嗨，大家好，我是后悔莫及的老吴。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做自媒体创业以来掉过的5个深坑，每一个坑都摔得我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也都让我改过自新、认真改造、洗心革面。希望大家可以以我为鉴，不要犯我的错误，踏着我的尸体好好做人。那我们开始本期的忏悔之路。我掉过的第一个大坑，没有用户思维。我最开始并没有把大家最喜欢看什么内容放在我策划的第一位，我承认我有错，这和我原来做了12年的传统媒体是有关系的。在电视台做节目和在 YouTube 做节目是有非常本质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谁才是老大。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导演是老大，导演想让大家看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以前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窄，没有什么选择权，只能看电视，所以电视投放广告，大家就只能看广告，然后就去忙会儿自己的事儿。电视台在广告里插播电视剧了，大家就赶忙过来看一会儿。但是现在谁还会这样？每分钟有500个小时的影片都会被上传到 YouTube 上，大家有太多的选择了。一个视频如果不好看，别说不好看了，如果前10秒都不能让我提起兴趣，我就直接关掉走人了。甚至如果连它的标题和缩略图都不能吸引我，我压根儿连点都不会点。所以我们在做频道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的观众是谁？他们有多大？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标签？他们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为他们创造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这样观众开心，我们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流量，是不是两全其美？说完了第一个大坑，我又掉到了第2个大坑，频道定位不清。频道定位不清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内容五花八门，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在无文片场的早期的节目里，其实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家看我的频道的视频页，最开始我做了很多的工具类的剪辑软件教程，然后我又做了2期商业拍摄的幕后，接着我又聊了2期摄影师的收入怎么样，如何入行，然后我又做了几期手机拍摄的和剪辑的教学。这样观众进入到频道里，他就很容易搞不清楚你的频道到底是干嘛的。人最害怕的就是未知，所以观众很有可能就不会选择去订阅。我跟大家说一些小技巧啊，其实我早期做的内容虽然看上去有一点点杂乱，但是有我的战术的，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首先，我的频道是有一个大的定位的，就是把我这么多年做媒体和自媒体的经验赋能给更多的新人，让他们快速的成长，这也就是我频道的一个大定位。在这个大定位之下呢，我会在我的频道早期用不同的方向、小方向去快速试探市场的反应。什么意思呢？我的做法是先做几期工具类的剪辑教程，然后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和观众的反应，结果反应一般，然后我马上就调整了方向，做了2期稍微高端一点的商业拍摄的话题，再试探一下，结果反应还是一般，然后我就马上再换方向，再去试探，一直到我找到了一个观众反馈很好的内容的方向，然后我再朝这个方向去狠凿。这也是做一个新频道最聪明的战术之一，用最低的成本快速去试错，然后再快速的去更新换代。尤其是在我们频道早期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非常的低，你做不好大不了也没人看嘛，没什么影响。你做得好，一下子就几百个观看，你就知道下一步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了。那么好的频道定位是什么呢？好的频道定位应该是你可以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的频道是干什么的，然后把它放在频道的 banner 里。比如说我的频道定位是每周带你打造频道影响力，然后又细分成了4个小的分支，有拍摄技巧、剪辑技巧、如何获得大量的流量的技巧，以及变现的技巧。观众来到你的频道之后，就会非常清楚未来你的频道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内容，那他订阅你的几率也就会大大增加。说完第2个大坑，再说说我接下来掉的第3个大坑，就是想走捷径。说到想走捷径，我怎么觉得好像很多进去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没有人不想走捷径，对不对？我也想，所以我也冲动过，我也做过一些看似是捷径的事儿，结果掉到大坑里了。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去一些 YouTube 的互粉群去互粉。有谁去过互粉群？在留言里告诉我。如果你现在还在这样做，马上停下来，因为这样不仅会完全没有用，反而还会损害你的频道。因为 YouTube 是一个非常公平，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平台，它有一套非常先进的算法。我们就说互粉这件事儿吧。第一个，互粉的人90%对对方的频道压根儿就不感兴趣，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你频道的粉丝数虽然短期内看似增长了，
但是你频道里有大量的粉丝根本就不愿意看你的节目，或者点开1分钟他就走了，这会给 YouTube 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你的频道连你自己的粉丝都不爱看，那我为什么要推荐你的节目给别人看呢？对不对？另外，长期不看你节目的观众啊，YouTube 它其实也会偷偷的把你这部分粉丝数给你扣掉。我要说明的是啊，我不是 YouTube 的程序员，所以我不敢确定啊。但是所有我认识的 YouTuber 都有这个同感，就是当你有粉丝长期不看你的节目的时候， YouTube 会把这部分人偷偷的去掉。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粉丝没有增长，频道的品质还被损坏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来接着爬坑，我掉过的第4个大坑就是过度追求完美。这是我5年前做自己第一个游泳频道的时候犯过的一个大错。那个时候吧，我刚想推出我的第一个视频，结果那个时候我说话也是磕磕巴巴的，看视频里的自己，哎呀，怎么都觉得不满意呢？然后就重新录，然后剪辑之后还是不满意，然后再重新录，就这样反反复复拖了2个多月才踏出我的第一步。那等开始更新的时候，都已经到9月份了。9月份是对游泳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它错过了游泳类视频最火的夏天，也就是7月和8月，导致我的频道一开更就直接进入到了寒冬，所以第1年的增长非常的缓慢。我相信很多人也像我一样啊，做了不好就觉得，哎呀，这个视频不能上。其实追求完美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做自媒体，我们也不用太过。我们做视频的时候，其实是想把我们知道的经验啊和一些技巧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吧？我们是出于一种好意。那而且我们都是普通人嘛，我们既不是学主持的，也不是学表演的。那刚开始的时候，表达能力差一些，其实观众是很包容的，因为他们也从我们的视频中收获到了价值。所以其实当一个粉丝看到他喜欢的 YouTuber 越做越好的时候，然后再回去看他早期那种视频里非常青涩的样子，我相信其实这时候会有一种自豪感，也就是那种能见证一个自己的喜欢的人一点点成长的那种陪伴他成长的自豪感。好，说完了第4个大坑，我们接着跳第5个大坑，就是成本控制。这也是我5年前犯过的另一个错误。那个时候我的节目用了3个机位，一次拍摄需要4个人参与，整个制作的成本非常的大。做 YouTube 也好啊，还是做自媒体也好，其实刚开始的1年都是积累期，基本都不会赚钱，所以压力呢就一下子超级的大。参与拍摄的人呢，虽然都是我的志愿者啊，不需要花钱，但是组织一次4个人的拍摄团队，每一次要架3个机器，还要提前就和场地协调啊、沟通啊，这让整个拍摄都变得非常的重、非常的复杂。而且当我们计算成本的时候啊，除了这些真金白银的金钱成本，还要考虑时间的成本。组织这样一次拍摄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大的，这就对那个时候只是用兴趣、用业余时间来做自媒体的我变得压力山大。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在最开始做频道的时候，起步可以稍微轻一点。比如说拍摄的设备，我们可以用手机，也可以用家里的旧相机，有什么就拿来先用着。节目形式也可以稍微先简单一点，1个人、2个人就开始先做起来。慢慢当你的频道有了一点点的起色，你会对你的频道越来越有信心，对这份事业也会变得越来越有信心。然后我们再一点点的加大投入，把我们的节目和频道做得越来越好。好，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当我们开始运营一个频道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搞清楚我们的观众是谁，他们喜欢什么，关心什么样的话题，然后我们去做他们喜欢看的节目。第2个就是清晰的做好我们的频道定位，想想看你是不是能用1句话来告诉别人你的频道是做什么的。在起步的时候，可以用几期稍微不太一样的小内容去试探一下观众的喜好，然后收集观众的反馈，快速的改进。第3个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内容，只有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才是成功最好的捷径。第4个就是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不用太纠结第1个视频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我们分享的是知识，大家也能收获到价值，我们大家一起变得更好，这难道不就是最完美的开始吗？最后一点就是轻装上路，让我们创作的路上少一点负担，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那个时候我说话啊磕磕巴巴，当然现在也磕磕巴巴。说到想走绝境，我承认我有错。我掉过的第一个大坑，我承认我有错。
好，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如果你的朋友也正打算做 YouTube 频道，别忘了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他们。我是每周带你打造频道影响力的老吴，我们下期不见不散。